城市，地球上最复杂的人造物，它像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每一刻都在生长发育。在机体之中，无数的系统在默默维系着它的生命运转。很多时候，身处其中的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凌晨2点，北京这座超级城市第一轮的街道清洗工作正式启动。对于城市来说，街道清洗是前一天的收尾，更是新一天的开始。新旧就在这喷洒的水雾中完成了转接。这里是北京西北郊区的一间工厂。凌晨3点，机电维护工袁亮开始了每日的例行巡查。袁亮核心的检修工作是位于这间工厂地下的传送系统。和袁亮一同起床的还有他们。传送带的另外一端，230万只蛋鸡正迎来第一波产蛋高峰。每天，隧道里的传送带要输送超过180万枚鸡蛋。为了避免破损，袁亮必须保证传送带始终处于良好的状态。为了让蛋鸡持续产蛋，鸡舍的隔离防疫至关重要。防疫措施的核心就是地下传送系统。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需要消耗的鸡蛋数量大约是2100万枚，重量达到了1300吨，其中1/10来自袁亮所在的这个工厂。为了保障城市供应网络的顺畅运转，这个工厂每天必须生产数量惊人的新鲜鸡蛋，1年365天，天天如此。不只是禽蛋，装满水果、蔬菜等生鲜食物的厢式货车，在更早的时候已经穿行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凌晨3点30分是超市生鲜组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时候，运送生鲜食物的冷藏厢式货车就会陆续到达。19.6公斤，有黄瓜吗？22粒装是吧？对。咱们一般的每天收水果，在2车左右；蔬菜呢，咱们基本每天都在3车左右，在车里要打冷的，保持那个低温，完了来保持新鲜度。每天运抵这个超市门店的生鲜货品接近10吨。2个小时之后，这些货品将出现在超市货架上。生鲜食物的供应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时间，大部分蔬菜如果采摘超过24小时，就会丧失最佳的口感和外观。遍布这个城市的上万家超市，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卸货区里都是同样的忙碌。四惠地铁站，凌晨3点50分，站长曹立新准时出现在地铁大厅。好。1个小时后，第1班地铁将从这里发出。在此之前，曹立新和他的组员必须将全部工作准备妥当。
接下来的19个小时，这个车站将接送超过25万乘客，中间没有任何停歇。没有问题，对吧？轨道交通系统每天只停运5个小时，而这5个小时大部分被检修工作占据。曹站长必须在1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西厅报幕室准备完毕吗？完毕。好的。这个城市的345座地铁车站又迎来了他们新的一天。凌晨5点，上海，中国第一高楼的苏醒，是从它的地下室开始的。外墙清洁工李方明今天有点小小的兴奋，因为经过3次申请，他终于如愿进入到了高层清洗组。所有的东西在这齐，不要忘记了啊！不要忘记。在这座中国第一高楼的第100层，维护窗口被徐徐打开。这里距离地面的高度接近500米。冬天跟秋天交接的时候，整个上海它就是会是一层雾，然后呢，它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特别漂亮。那会儿就是说是工作期间免费的欣赏美景。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今天的外墙清洗工作开始了。这样的工作高度，全球也不会超过10个。早上6点30分，闹钟同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响起，数百万个马桶的冲水按钮被陆续按下。在这座超大型的城市，如果2000万人口中的1半在这个时候起床，仅仅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有超过1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消耗掉。它们足以住满50个标准游泳池，而这只是个开始。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显示的3:35这个数值呢，代表着这个池子有3:35的水，然后这个数值不断在变化。如果这个数值下降，那么代表着现在城市正处于供水高峰。北京这座城市平均每天要消耗掉190万立方米的自来水，夏季用水高峰，这个数字会迅速增加到300万。每到这个时候，供水系统都要24小时满负荷运转。因此，在夏季高峰到来之前，对供水系统的预先检修就显得格外重要。北京的西南方向，一个封闭了3年的洞口被打开了。工程师杨进新率队进入地下空间。地下埋藏着2条直径接近5米的水管，流经这2条水管的淡水保障了这个城市1/3的水源供给。杨工程师不希望里面出现任何状况。我们要争取在这个夏季，城市用水高峰来到之前呢，把这个管道检修完成啊，避免这个对城市的供水造成影响。对于缺水的中国北方城市来说，城市巨量的水消耗是每天都要面临的超级挑战。
在理想的用水环境下，北京20多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承载的人口数量是700至800万。但是目前北京的人口已经是这个数字的3倍。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早在14年前，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应对。曲首，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起始点。工程师李达和王景明今天负责水闸的值守工作。像这个闸门开度有1275，查准则1325。这里的一举一动将关系到1400多公里外城市的用水问题。独特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中国南北水资源的极度不平衡，南方常常要治理水患，北方却时常要面对缺水的问题。中国人的大胆想法是修建一条人工长河，将南方的水资源引到北方缺水的地区。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入运行，1432公里的水渠穿越河道、铁路，跨越数以千计的路网系统，形成一条穿越南北的人工长河。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工程，平均每天2600万立方米的淡水通过这条巨型的人工长河一路向北。这些淡水中的1/10，在奔流15天之后，到达了它最终的目的地——北京。但是寸土寸金的城市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开凿水渠，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入地下。地下涵管的直径4.7米，是由钢板、混凝土和高强度钢丝组合而成。为了增加强度，同时方便施工，涵管的长度被限定为每段5米。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整个地下涵管接口多达12000多个，它们每一个都要承受自然水压8倍以上的压力。杨进新工程师的主要目的是检查接口的状态。经过3年加压输水的考验，这些巨型水管的接口是否还严丝合缝呢？看看有没有裂缝，环一下裂缝，纵一下裂缝。巡视4个小时后，巡检小组对水管接缝的状态非常满意，但是杨工程师却在管壁上发现了问题。输水管的内部直径是4米，加压输水的时候，水流的速度是每秒钟8米。在水流急促、没有一丝光线的情况下，竟然有生物能在光滑的管壁上生存，这让杨工程师多少有些意外。这个看着像贝壳，一般说起来这叫罩哈。这个如果长多的话，会影响咱们那个管道的输水能力。这种顽强的水生生物是水下建筑的最大敌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还不会对管壁造成任何危险，但需要列入持续重点关注的名单。来看一下啊。几天之后，专家小组将会诊解决水生生物的问题。与此同时，这根巨型的水管又将被激流的水体充满，不停歇地为这个城市输入宝贵的饮用淡水。运行3个小时之后，
四惠地铁站迎来一天中的第一个运输高峰。这是这座城市昼夜的人群分布图。白天和夜晚人群分布的变化，使得大规模的流动成为了必然。四惠地铁站处于市中心区与正在建设的城市副中心的交界处，因此承担了等级最高的运输压力。2016年，北京的轨道交通系统每天的客运量达到824万人次，再次证明地下轨道交通是效率最高、最重要的运输系统。北京这座巨型城市，地铁系统依旧在不断扩张之中。到2020年，运营里程将超过1000公里，成为全球地铁运行里程最长的城市。在里程增加的同时，庞大的升级计划已经悄然展开。北京西南部轨道上开来了一辆装备奇特的机车，这个机车的名字叫冷滑机车。王道敏工程师正在用它来进行轨道系统的检测。冷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冷滑完了之后，咱们的正式的客车就可以进入正线进行动车调试。这是冷滑机车出动最频繁的一条线路，就是只要路能到的地方，都要给它走一遍。王工程师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检测这条新建的轨道，原因是眼前这条线路跟以往已完全不同。冷滑机车上面布满了各种复杂的传感器，它在轨道上行驶的同时，不但可以探测到物理障碍，还可以动态地检测轨道系统上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即将完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轨道系统。来来回回的检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它达到完美的运行状态。从外观上看，这个机车似乎和普通的地铁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的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列机车集合了目前轨道系统中最灵敏的传感系统、最安全的通讯系统和最可靠的控制系统。所有这些都被后台的处理器优化整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列车控制设备，也就是这个列车的大脑。咱们所有车的位置的计算、速度的计算，包括什么时间启动，给多大的牵引力，什么时间制动，给多大的制动力，都是通过这些电子设备来计算的。那么这台设备呢，就是专门为这个全自动驾驶车辆所配置的障碍物和脱轨检测设备。如果遇到比较大的障碍物之后，它会自动触发安全电路，使这辆车紧急制动，然后破停。未来的城市不只需要更多的线路，还需要它们变得更高效、更智慧。不久的将来，这列聪明的列车将正式并入北京的轨道系统。上午10点，城市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一个用电高峰。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能源供给绝大部分依靠电力，而输电线路就如同为城市输送能量的血管。任何一处的中断都会带来机体的瘫痪。夏季是一年中电力消耗的顶峰，在这个时间段内，用电量经常会飙升到平均值的10倍。这
这将对城市的电力保障系统提出最严苛的考验。距离上海800公里之外，中国中部山区，一条为这座超级城市供电的主干线从这片山林通过。夏季接近极限的负荷将是对这条线路的终极挑战。在此之前，必须排除所有的隐患。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输电线路，要对它们进行可靠的保障，仅仅依靠人工跋涉显然无法完成。关键的时候，工作人员还要依靠这个。航管天气能见度大于3公里，空管已经放飞，飞机状态良好，完毕。咱们就按计划空中飞行3个小时，来回巡视。大家明白了吗？明白。各就各位。机长后舱准备好，准备开机。6到9月份是迎峰度夏保电高峰期，也是客户的一个用电高峰期。在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极易出现引流板的发热和合成卷子芯棒的发热，这些缺陷，在常规的巡视检测过程中是发现不了的。线路故障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发热，而这恰恰是人眼无法识别的。通过安装在直升机底部的红外相机，直升机沿线路飞行的时候，线路的状况就一目了然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的红外摄像头，发现线路上967号铁塔的部分绝缘块温度偏高，但是空中观察存在死角，需要地面人员协助排查。有多种原因会导致部件温度升高，必须尽快处置。经过空中与地面的协同检查，一份详细的报告迅速发往后方的指挥中心，剩下的工作就转交给即将到来的抢修小组。上午11点，上海中心大厦从早上开始的外墙清洗工作即将完成。眼前的这些超高层建筑不但会成为城市的地标，更重要的是，它们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城市空间的使用效率。尤其在寸土寸金的核心商务区，人的流动、货物和信息的流通，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的密集。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同样是超级城市，北京的中央商务区也正在进行着全新的优化和升级。北京的商务中心区是这个国家3大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的核心区之一。目前，它仍在扩容之中。未来将有超过100万人在这块狭小的区域就业。在这里，依靠传统的地面交通显然无法解决拥堵的问题。而就在这片核心地块，一个位于地下的超级工程早已开始。在我们右手边呢，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 CBD 的这个道路，实际上是分了5层。
地下1层呢是这个人行的这个快速连接，可以连接地铁通道到这个我们的核心区内部所有的地块。地下2层呢是机动车的快速通道，那么它把地下车库的这个跟城市道路的衔接都在这个地下2层组织在一起。地下3层、4层、5层是地下公共车库和人防的这个公共空间。在那边那个口就是一个车型的通道，已经做好了施工，以后每一个楼打开都是连上。这个巨型的地下空间不仅会打通各个楼宇之间的联系，它还在设计之初为各个建筑的管道系统预留了空间，实现与市政管道系统完美对接。这里是地下3层的管廊，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2条热力线在这个管廊里面非常安全的铺设，它避免了以前我们在城市道路下铺管线，然后会破裂造成路面塌陷。那么它的这个安全系统是由机器人的这个巡检来维护的，那么它的这个信号还可以传到这个控制中心，还有比如说电力、给排水、电信，还有很多为城市楼宇运转提供的这种管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管线系统。这个巨大的地下大厅，未来将安置一个大型变电站，它将为整个区域提供充足的电力保障。不只是电网、热力、供水、电讯，所有对于这个区域的服务和配套系统，都有序地收纳进了庞大的地下空间。整个这个系统呢，实际上是隐藏在城市的这个地下空间里面，让地面还保持自然和绿化，同时也保证它的安全性。因为在地下空间的管理，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非常高效的进行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道路断面，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楼座跟这个核心区连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单体，而是一个超级的建筑。面对人、物质和信息高度集中带来的挑战，巨型地下管廊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为了更有效地缓解未来的交通压力，一条长度只有6.3公里的特殊地铁线路被设计了出来。在设计方案被最终定型之前，设计师要不断地反复考察线路的各个细节。针织路跟朝阳路这个地方的半径的话，应该说只有200米左右。对于咱们常规的地铁来说的话，那么这个半径就很难过得去。现在这条线路的这个走向呢，我们基本的想法从西北边的东大桥到东南边的九龙山或者是大郊。现场体验将为未来优化设计提供宝贵的参考意见。炎热的7月，还没到中午，上海的气温已经接近38度。闷热的天气里，没有人愿意出门。周如霜已经预感到一场挑战即将到来。到，杨帆到，周如霜到，高立辉到。由于最近天气比较炎热，我们送餐过程中一定备好盐汽水，谨记辛苦，安全送达。好，散会。周如霜是一名送餐员，他最重要的装备就是一辆电动车和一部智能手机。他预测今天的订单量会比平时多出50%。按照现有的餐食标准，平均1万份餐食将消耗主食1.5吨，油料500公斤，菜品3吨。20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中午1顿饭将消耗掉1万吨食物。根据统计，今天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仅中午的外卖量就能超过300万份。在下雨或者高温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会大幅增加。
周如霜依靠手中的智能手机，选择最合适的订单，根据推荐的优化线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满足来自城市任何一个位置的用餐需求。这是周如霜一天的送餐轨迹。像她一样，在这座城市，每天有超过10万名的送餐员在同时工作。当送餐完毕，点击手机中的确认按钮之后，所有人应得的报酬立刻在移动支付平台上被妥善分配完毕。今天，网络的介入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行业的发展生态。下午3点，自动化分拣系统启动的铃声准时响起，意味着这个货仓忙碌的时刻开始了。这是位于北京南部一个不起眼的蓝灰色建筑，曾经是一个传统重工业的厂房。1年前，一家经营电子商务的中国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将它的内部空间改造成货品分拣系统。从物流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与城市中心的位置关系相当理想。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移动互联网和物流行业的高速发展时期。根据最新统计，201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达到了312.8亿件，平均每天超过8500万件。目前通州分拣中心每天的最高峰处理单量是在45万左右。我们现在这个小车的负荷量，是满载，对，满载。然后我们所有的员工基本都是跑动起来作业。分拣系统是连接货仓和买家之间的重要节点。今天，在网络平台上的商品很多已经实现上午购买、下午送达，自动化分拣系统起了关键作用。贴好标签的货物从货仓来到分拣系统，第一步就是将货物分派到流水线上某个指定的小车。当小车顺次经过时，自动扫描条形码录入数据。当这个小车经过目的地邮包的时候，货物便会自动甩入邮包。如果说订单是在这个格口的，它会落到这边；如果说系统预测它是这个格口的，会落到这边。不会说到这个格口落，就比方说快到的时候就已经往下走了，它有这个预感。自动分拣系统的速度是手工分拣的6倍，每天海量的订单都在不断生成。仅仅这一家公司就需要为北京配备17个同等规模的分拣中心。城市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对于这个机体的运转同样至关重要。
北京西郊蜿蜒的山路上，每天24小时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辆垃圾运输车出现。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下午5点，一大批城市的生活垃圾被运抵鲁家山垃圾处理厂。在容量达到3万吨的发酵池里，生活垃圾被发酵处理。发酵程序完成之后，它们会被送入锅炉进行焚烧。焚烧之后，垃圾的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性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通过无害化处理之后，它们变成了可以再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燃烧产生的热量被转换成电力，再次回到电网为城市提供服务。在这里，每天处理的3000吨垃圾可以产生120万度的电能，这些电能足够满足一个小型城镇的电力需求。垃圾对于城市来说，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最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垃圾的不同特性进行分类处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同样要依靠我们自己。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里是市民日常休闲运动的一个绝佳的场所。茂密的林地、大面积的湖泊，构成了这里宜人的景观。但这里休闲的人们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水从何而来。水资源缺乏的北方，城市河道的自然补水能力极度萎缩。如果没有新鲜的水体注入，城市的河道将变得污浊不堪。但是，水从哪里来呢？答案在这里，这是全亚洲最大的地下再生水厂。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膜池，整个水厂呢，经过大概第9道的工艺，就来到我们膜生物反应器膜池。大家看到这个水呢冒着气泡，其实闻不到什么味道。经过我们摩丝大概特瓦斯1/1000 0点几缪的那个孔径的过滤以后呢，就达到我们的膜出水了。在臭氧脱色紫外消毒。如果整个水质指标达到地表4类水的标准，这间再生水厂不只具备生产高标准再生水的能力，它处理污水的速度更是常规污水处理厂的3倍。它制胜的法宝就是这个。这些跟面条一样的材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过滤膜丝，它布满了直径20纳米的小孔。污水处理厂加入这个程序后，可以将水中绝大部分的细菌、病毒过滤掉，直接将水质提高一个等级。目前，北京所有的污水处理厂已经装备了这种过滤膜系统。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原污水，这相当于从市政管道里面取的原状的污水，大家看比较浑浊。各种指标都比较高污染也比较严重。你看这个水是我们的最终出水，整个色度是比较清澈的而且基本跟咱们常规自来水没有太多区别。这个水也达到了地表4类水的标准，相当于整个北京市的出水能得到这个标准。而且呢对于整个我们排到河里的河体、河湖的生态水质，包括水污染的治理是有重大作用的。为了获取更好的过滤效果，科技人员依旧在不断努力。实验室的一角，流体实验已经进行了整整10天。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王小爽希望将过滤膜的性能再提高一个等级。把激光器打开，然后这个往后调一下。为了让过滤膜有更高的透水效率，同时延长使用寿命，模拟污水处理环境的流体实验必须持续2个月以上。因为我们模组器在污水运行当中呢，它是不断的受到这个污水中的物质的污染的，所以需要这个水流和气流去冲刷它的膜表面，来降低这个膜污染。如果我们发现它的冲刷不均匀的话，就需要去调整它的设计参数，达到这个避免膜污染的一个目的。今天，北京已经成为了全球超级城市中污水排放等级最高的城市，而且这个标准还在不断提高。傍晚，运转了一天的城市开始切换到休闲模式。下午5点，在奥林匹克公园里，一场演唱会即将开始。距离开场还有2个小时，人群已经开始躁动。为了这场演唱会的顺利举行，准备工作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首先一个军刚这边辛苦一下，把印泥车尽快支起来。好。建华这边呢，把通讯传输线路一定要确保跟后台连通，尤其跟咱们菜市口指挥中心要快速对接起来。大赵，你这边主要就是我们整个演唱会的现场设备，我们要按照应战状态去做一个完整的测试。好，那各自分头行动，辛苦各位。好。根据估计，今天晚上有将近6万人在这里参加狂欢，这里的通讯流量将是平时的数百倍。数万人的大型集会将考验这里的移动通讯保障系统。差不多这个位置，这里是吧？张雄飞和他的团队要在演唱会开始之前，完成这个体育场所在位置的信号覆盖和数据传输的测试工作。对，这质量很好，从这儿看应该是质量很好。再看看测试结果，速率正常，速率没有问题。速率到多少？现在已经40多兆了。40多兆，下载速率是吧？对对对。上传应该也还好吧？上传10多兆，完全没问题。好。北京这座超级城市，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不同规模的大型聚会。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1个小时，空气中已经弥漫着一种狂欢的气息。2008年，中国为了迎接首次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建成了这个外形惊艳、设备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体育场。10年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8年，世界人均每天移动通讯流量还不足1 KB， 今天是过去的10万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移动的用户数已经达到几万人的这样一个级别，相当于是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用户都集中在鸟巢这样一个场馆内。那么，这个对我们的通信保障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近6万人聚集在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假如有1/3的人使用手机，这个区域的数据流量就将是平时的1000倍。根据张雄飞的估计，演唱会开始之后，这个体育场1个小时产生的数据流量，相当于10年前整个城市的用量。那么好像大家觉得我拍一个照片上传到网络是一个很轻松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是空旷场景下1个基站就够了。但是我们在鸟巢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可能容纳了几万人同时就坐。为此，我们在鸟巢的马道以及各层之间一共是安装了77个基站，984个天线点。我们外围还有6个红基站来支撑大家的
日常的服务，以及我们支撑的一个应急车。目前从数据的稳定性上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某一个站点或某一个数据的指标出现了波动，我们会及时的与现场去联系，来保障通信的这样一个畅通。城市，我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舞台。在这个超级城市里，各种规模的人群聚会都在不同的角落轮流上演。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与智能手机紧密相连，对移动通讯网络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城市的各种运行系统正在默默地保障着我们，享受现代社会所创造的舒适生活。脚劲儿。在周而复始的24小时里，每一次轮回的分秒时刻，总有生命逝去。与此同时，无数的小生命也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地球上最神奇的存在——城市。